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建哥。这2年的海景房机箱有多火，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啊！机箱里面铁灯板、白手办，甚至能专门给角色做一套主题布景，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法了。但是问题也很明显，那不管是灯板还是手办，那大多只能塞在机箱的角落。花了这么多钱装海景房，结果自己的老婆只能住偏房，多少还有些不得劲啊！所以说呢，现在不少的散热厂商呢都开始在机箱最显眼的冷头位置9万关、小屏幕、曲面屏都搞出来了。这一次呢 ，TD 更是搞了波大的，直接给 ST360 Ultra 上呢配了一块7英寸的 LCD 屏幕，装进他们家的 Roto 360 TD 机箱之后呢，大屏与复古的这个视觉冲击力确实很强。以前的冷头呢是挂一张证件照，这里差不多已经能放半身海报了。不过呢，屏幕大归大，水冷能终归还是用来压 CPU 的。699元到底是买屏幕送水冷，还是颜值和性能都能兼顾呢？接下来就看看它的实际表现吧。首先呢，简单过一下外观和配件。ST360 Ultra 采用了全彩包装，内部包括水冷本体、扣具、线材、7英寸的屏幕、安装指南和保修卡。冷盘上呢，预装的是一组一体式的3联风扇，长36厘米，厚2.5厘米。它不用单独对齐3把风扇，也能少拧8颗螺丝，拆装呢还是挺省事的。风扇正反两边呢都带有减震橡胶，风扇和水泵的峰值转速呢都是2500转每分钟左右，水泵的转速偏低，马达表现呢我们后面再聊。冷盘的厚度为27毫米，水管呢采用了侧出设计，这样安装之后呢，正面视野里裸露的水管呢会少一些，整体看起来更干净，也能把真正的核心装备完整露出来，也就是这块7寸的 LCD 屏幕。屏幕分辨率为1024×600，尺寸确实够大，放人物图、一眼监控或者是动态壁纸都很醒目。同时呢，它并不是和冷头完全绑死的，而是通过磁吸方式安装在无线镜灯效的冷头上，横向放置、竖向放置都可以，也可以把屏幕吸到机箱内其他合适的位置，让冷头灯效和屏幕同时露出来。换句话说呢，你既可以让老婆住在冷头正中央，也可以给她换一个采光更好的位置。配合 TD 的专属软件呢，屏幕可以实时显示硬件信息、天气、自定义图片和视频。重点是屏幕够大，素材终究不用全挤在2-3寸的小窗口里了。不过1024×600放到7寸上呢，只算够用，近距离看呢不算特别细腻。准备素材包时呢，也需要注意横竖的比例。看完屏幕呢，接下来我们进入性能测试毕竟老婆住上大平层了 ，CPU 也不能在地下室里面增桑拿。测试平台呢还是经典的一蓝两红，分别是 Intel 的 Ultra 7 270K Plus、AMD Ryzen 7 980X3D 以及 Ryzen 9 9950X。在室温23.5正负0.5摄氏度的开放平台中，单靠 IPU。具体的 BIOS 设置如图所示，3个平台全部采用定压、定频的设置，硅脂呢统一使用泰坦的 CGB300。
陪跑选手为酷冷至尊龙影2代360性能版和猫头鹰 NL-LC1 水冷。首先呢，看一下英特尔平台2080K Plus 在295瓦的单卡 IPU 下呢，平均温度为86度，比猫头鹰 NL-LC136和酷冷至尊龙影2代360性能版高出大约3到4度。在这种接近了300瓦的高负载下呢 ，ST350 Ultra 能够压住，但单看温度呢，它并不占优势。然后呢是9800X3D， 在135瓦单烤的压力下呢，平均温度为78.5度，比另外2款水冷能高大约2到3度。连续看完这两组结果呢 ，ST350 Ultra 的纯散热表现呢，似乎确实要稍弱一些。不过到了220瓦的 9950X 测试大致就被逆转了经过我们多轮复测呢 ，ST350 Ultra 下的 CPU 核心温度为81度，反而比另外2款低了大约1度。这说明呢，它面对不同散热源布局时呢，表现会有差异。那在本次测试中呢，它应对 AM5 的双 CCD 负载表现会更好一些。噪音方面呢，测试环境的底噪为35分贝 ，ST350 Ultra 满载时呢，在距离0.5米的位置测得52分贝。这组3联风扇全速运行时确实偏吵，存在感比较明显。如果说日常并不会让 CPU 长时间跑到极限功耗呢，建议是根据自己的温度表现调整风扇曲线，没有必要一直顶着2500转每分钟去使用。接着说一说安装体验，在普通机箱里面正常安装时呢，整个过程是没有遇到明显问题的。风扇已经固定在冷盘上了不用再处理3把独立风扇和1排螺丝，剩下呢基本就是常规的一体式水冷安装流程。最后总结一下呢。TT 的 ST350 Ultra 的定位其实非常明确，它不是一款只靠温度或沉寂吸引人的纯性能水冷，而是先用7寸的 LCD 屏幕解决了整机的视觉需求，再把360水冷功能一起做进去的产品。屏幕支持横放、竖放和脱离冷头摆放，配合无线镜灯效以及测速水管呢，整机的展示效果就是它最核心的卖点。性能方面呢，它在英特尔的高功耗平台和 9800X3D 上都略逊于2款对比产品，但是 9950X 双 CCD 的负载下呢，又拿到了更低的核心温度，所以说它称不上全面领先，但也不能简单概括为只有屏幕散热不行。当然呢，大屏幕也不是没有代价屏幕越大，其实对于机箱空间、素材比例和线材整体的要求就越高。1024×600的分辨率呢，只是够用，近看谈不上特别细腻。极电负载下呢，3联风扇的噪音呢也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说你用的是传统封闭机箱，平时根本不看到冷头，或者说你只关心同噪音下的极限散热能力，那显然它不是最合适的选择。但如果说你本来就准备装一台海景房喜欢在机箱里面去放人物图、硬件监控，或者说是主题壁纸，又不想自己折腾的负评支架和一大堆线材，那么699元的 ST350 Ultra 确实很有吸引力毕竟呢，同样是给老婆去置办新房，有人呢只能在冷头上分到一个2、3寸的单间，这次 TT 直接给整了套7寸的大平层。至于这套房值不值得买，就看你对老婆的爱多不多了。那今期节目就到这里，不知道你如何看待 TT 这款7寸屏幕的水冷呢？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。如果观众别忘了点个小铃铛，点个赞，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r， 你们点赞对我们非常重要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，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超安客 CLOK。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，可以来我们的淘宝店铺超安国际数码。这里是超安客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